很多人都想经营 YouTube 频道赚取一些广告收入，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对 YouTube 的获利政策并不了解。你有可能只知道你需要获得1000个订阅人数以及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其实 YouTube 获利政策并不只有这2个条件，还有很多其他要求你需要达到。如果想顺利的通过 YouTube 获利政策，请继续往下看这部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来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我每天都会被问到关于 YouTube 获利政策的问题，如何申请获利，如何避免申请获利被拒的情况。看来大家对 YouTube 获利政策还有很多的不了解。如果你想成功通过 YouTube 频道赚取一些广告收入，你一定要知道 YouTube 的获利政策，这样才不会导致你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，最后发现你的频道无法申请获利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通过 YouTube 获利政策来赚取广告收入，所以这期影片我就会对 YouTube 的获利政策进行一个全面的解析，带你了解 YouTube 获利政策的要求，不仅是只有1000个订阅人数和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同时在达到要求之后，你如何申请获利，申请获利的整个流程。在你看完这期影片之后，你会对 YouTube 获利政策有个全面的了解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需要有什么样的要求。这里它需要有5个要求。首先第一个要求就是你需要符合各项 YouTube 盈利政策的规定。如果你想在 YouTube 上透过影片盈利，频道必须要遵守各项的 YouTube 盈利政策，包括 YouTube 的社区规范、服务条款、版权规定，还有 Google AdSense 的计划政策。大家也不要压力太大，绝对要面对这么多的条款。其实只要你的影片内容是正常的，都能够达到要求。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版权的问题，尽量使用自己原创内容，使用无版权的音乐，这样才不会导致在你申请获利的时候查出有版权的问题，影响你获利。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，里面会对 YouTube 的版权问题有一个详细的讲解。第二个要求就是你需要居住在已经推出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国家和地区。这里你需要去看一下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支持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。第3个要求就是在过去12个月，你需要积累有效的公开影片观看时长超过4000小时。如果你频道已经经营1年半了才积累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那么你的频道是不符合要求的。同时这1年的时间不是从每一年的1月1号开始到12月的31号，这个1年时间是从你今天开始往回算的365天。例如我现在录制影片的时候是2021年的5月1号，那么往回算的365天就是2020年的5月1号。同时这些时长都必须是公开的。如果你做了直播，但是你在直播之后没有把这些内容进行公开，那么这些时长也是不算的。任何思想的影片也不算公开的时长。第4个要求就是你频道的订阅人数需要超过1000人。这个要求没有时间限制，只要达到1000人以上的订阅人数就可以了。第5个要求就是你的频道需要连接 AdSense 账户，你需要 AdSense 账户去接收你的广告收入。当你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，已在过去的365天积累到了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你就能够来到你的 YouTube 后台，选择获利选项。在这个选项里就会有个图示来告诉你，你可以申请获利了。在此之前，你也可以每天查看这个图，来告诉你每天的订阅和观看时长积累情况。这里再补充一下，我曾经被观众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。如果频道这2项数据在申请获利之后降低到了标准之下，这样会影响到申请吗？答案是不会的。一旦你达到了申请标准，并且申请了获利，任何数据上的影响都不会影响你的申请获利过程。例如你在1000个订阅的时候申请了获利，但是过了2天订阅来到了998个人，这并不会影响你申请获利的过程。当你开始申请了之后，会有3个步骤。首先第一步就是你需要阅读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条款，因为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就等于成为了 YouTube 的商业伙伴，所以这是一份商业的合同，你需要知道在这份合同里面具体写了什么。这里也有明确的说到，如果你的年龄是在18岁以下，你需要让你的家长或者监护人来帮你阅读这份条款。在你阅读完之后，就可以点击接受进入下一步。第2步就是注册 Google AdSense 账户。同样的，注册 Google AdSense 账户也需要你在18岁以上。如果你在18岁以下，需要你的家长或者监护人来帮你注册。如果你已经有了 AdSense 账户，你可以把你的频道链接到 AdSense 账户上。在完成这一步之后，你就需要进入到第3个步骤，
就是等待 YouTube 的工作人员审核你的申请。这一步大家都很关心。首先第一个关心的就是这些审核到底会审核哪些内容，第二个就是这样的审核过程需要有多久。我们先来说说审核人员具体会看哪些内容。首先审核人员的人力和时间都有限，所以他们就会看频道里面有代表性的内容，去看这些内容是否有符合标准。例如你频道的主题、观看次数最多的影片、最近上传的影片、观看时间占比最多的内容、影片的资料包含标题、缩图还有描述栏。这整个过程官方给出的回答是需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，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包括我都在几天之内就通过的，所以大家不必特别担心，只要你的频道内容是正常的，都不会审核太久。在你通过 YouTube 获利申请之后， YouTube 官方就会发给你一份邮件，告诉你你已经成功的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，你的影片就会开始出现广告。在你通过获利的那一刻起， YouTube 就会自动的帮你打开所有影片的广告。这里我建议大家去查看所有时长超过8分钟的影片，因为8分钟以上的影片可以加入中间的广告， YouTube 也会自动的帮你加入一些中间的广告。如果你不想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，避免在影片开头1分钟就出现了广告，建议你去手动的修改这些中间的广告。这里再来说一下 YouTube 的广告收入，因为这是合作伙伴计划，所以获得收入也是有分成的。你获得广告收入 YouTube 会分走 45%， 而你会保留 55%。你在后台看到收入，就是 YouTube 已经分走 45% 之后你所获得收入。同时你每一天获得广告收入都是有延迟1天的，例如你今天的广告收入就会在第2天才会告诉你，并且在你结束了1个月之后，当你兴奋的去查看你的 SS 账户，就会发现余额却是0，因为所有上1个月的广告收入需要2周的时间才会真正的到达你的 SS 账户上，所以一般在每1个月14号的时候，你可以查看到你 SS 账户的余额，但是真正到达你银行账户的时候是每个月的21号。还有一件事大家需要注意，不是任何的收入 YouTube 都会按时转到你银行账户上的，你账户余额需要达到$100的时候 YouTube 才会转到你的银行账户上。这也不是说当你1月份的时候获得$30的广告收入，没有达到$100的标准 YouTube 就把它收回了。 YouTube 并没有收回，而是把这$30放入了下一个月。当你2月份获得$70的收入时，你就达到了$100的标准，这样 YouTube 就会把这$100打到你账户上。每个频道所获得 YouTube 广告收入都是不一样的，这取决于你频道的 CPM、RPM 还有获利的观看次数。CPM 就是每1000次获利的观看次数，广告商付了多少钱。RPM 就是 YouTube 在分走 45% 之后，每1000次观看你真正获得收入。如果你想提高你频道的 CPM、RPM，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。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带大家全面了解 YouTube 的获利政策以及申请获利过程，也希望大家早日达到 YouTube 获利标准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在底下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想早点达到 YouTube 获利标准、1000个订阅人数以及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，我准备了这2个播放列表，里面分享的方法一定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